嗨，我是老板。很多情侣啊，交往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就会开始想同居。但我发现，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走到这一步因为一旦同居，你就没有个人空间啦，然后你的什么生活领域全部都混在一起，甚至连所有开销都会混在一起。其实有些人是会很有界限的，会觉得不想要失去个人的空间，无论男生女生。我们这一集就有个案例要来讨论一下哦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好，我们今天有3位小编要一起聊天咯，就是我们平常的左边，他叫宝妮，啦啦啦啦，自己配音乐啊？要配，自己配的啦啦啦，要配。那我要配什么？没有，你要打雷。第一次介绍他们名字，他们很害羞啦。然后我们男小编叫豆哥，嗨，大家好。然后我们的右边叫卡罗，嗨，大家好。我跟你讲，卡罗刚刚他一直在抱怨说，我明明平常就很温柔，为什么剪片出来我都那么凶？然后你们那个剪辑小编都一直帮我配很凶的音乐，害我每次讲话起来都很呛。对啊，我讲话还有一个啪，有没有？你看又很凶了，有没有可能是你本来讲话就很凶？每一集都被演上。我自己看影片，我想说，哇，我怎么这么呛啊？有，你现在就很像了。卡罗每集都被骂，他真的很可怜，每一集都被骂说怎样怎样怎样，都有点被骂，怎么会这样？对啊，对啊，我们凶回去。他只讲话大声而已。可是卡罗觉得他很温柔我觉得我很温柔，对我很温柔吧？我刚听起来就是他一直认为他自己很温柔，没有吧可为什么剪辑小组害他变得很凶？哎，殊不知，我很温柔吧？他自己误会，直接，对没有你直接。你想说什么？完全误会自己。我觉得我平常讲话很温柔啊，豆哥说你没有就大声对自己误会大了。所以我在影片里那样吗？没有，平常也这样。我有吗？完了，先打一没有，架。我觉得是剪片的。剪片跟你有仇，对不对？剪片在摇头，他说没有。他们在生气，他们说关我你都屁事。瞎那样，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我跟豆哥在影片里面对话，我吓到我想说感觉你很凶，一直骂豆哥。我感觉我很强势，但我们不是这种人呢。不然下次给你看原片。然后豆哥就很受欢迎，大家都觉得他好像人很好。他还会炫耀，他说什么哇很多人都留言说那个男小编声音很有磁性，每天都在炫耀，每天常常但他声音确实是很好听啊。就低沉啦。就是对，用声音骗。我知道，所以你是不是如果追女生，你要先跟她讲语音？因为他有喉结。谁没有喉结？不是，先讲语音，然后对方就晕烂先了，用电话聊一个。那你适合语音语音交流，对不？对？因为有些男生声音好听，你真的听完语音，你真的晕烂可是真的会对不对我？就会喜欢那种声音很好听。那他是那种出来之后会破灭的人吗？不要看脸的话，不要看他。别什么了？下一次见面会再说。我们看背影。等一下我们聊太久了，我们真没有进入主题。所以其实现在不只是女生觉得说单身比较自由自在，其实连男生搞不好都是，就不用配合任何人啊，也不用去依赖谁，然后不用被谁管。其实单身应该其实蛮爽的吧？我自己身边蛮多男生朋友都是享受单身，他们觉得单身比较可以过自己的生活，不用被有一种约束感。是不是这样？很多越来越多人这样。好像是觉得单身蛮自由，可是有时候偶尔也会想要有谈恋爱的感觉，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还是单身好了，就会这样子。如果有时候突然有点想谈恋爱的时候，又会觉得好麻烦哦。对，算了，还单身谈恋爱又要处理很多事情，就会觉得要吗？所以现在有一点变成是，不管男生女生都开始觉得，其实单身很爽。你们干嘛这样？就像我们之前的影片，超多人都一直留言说，不是啊，你们烦恼那么多事情干嘛？单身不爽吗？单身不香吗？香啊！每一集的下面都有超多这种留言，就是你们讨论这些干嘛？单身就好啦。这些人是幸灾乐祸，还是他真的享受单他身？可能某部分幸灾，某部分可能真的很享受吧。一定有人幸灾乐祸。某部分想嘲笑你们这些恋爱男女的疑难杂症，然后某部分又觉得单身其实很爽。他可能真的就很喜欢。因为你有另外一半的时候，你生活上要顾虑到的东西真的蛮多的。而且你的花费相对会更高。你没办法存钱呢。对，对啊，对不对因为你每个礼拜可能都要约会，然后尤其男生啦，然后要出去吃好吃的什么餐厅啊、咖啡厅。然后节日一大堆，然后周末要看电影，然后干嘛，你的餐费直接变 double， 而且你还会比平常吃的更好。平常男生都吃泡面，我们都是吃。中午都吃泡面，然后那个周末变成要吃意大利面。我男生朋友大部分都是因为钱的关系，都觉得交女朋友真的太花钱了。主要都是听到这个。
但是这样子表示他不是想自己单身的，这个叫做不得已。因为钱的问题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这个好像不是那么享受单身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大家可以留言一下，你是很享受单身的人吗？还是你是觉得可能卡在某些因素，例如可能是怕被管啊、失去自由啊，或者是经济因素？大家留言一下，你选择单身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上周看到一个男网友分享的案例啊，他的标题是女友说要搬来我家住，我压力大到吃泡面都噎到，然后我就想说看一下他在讲什么，然后他说我住板桥，地段不错，走5分钟就捷运。然后过个桥就到西门町，3房1厅2卫那种老公寓，一个人住这个很大间呢。他说我自己住刚刚好，干净自在轻松，不会有人突然冲出房间问你吃了没。女友是苗栗人，交往3、4年了，以前都是上来找我住个2、3天，然后我觉得这样很可以，因为有人陪伴，然后也还有我的个人空间。结果上礼拜他来耶诞城找我，突然说一句，我想搬上来双北跟你住。我第一个反应不是浪漫，是满头问号。我就问你有找到双北的工作了吗？他就说先住啦，有你在就好，我再慢慢找。我听到这句话，直接呼吸变难。每天上下班已经够累了，回家还要变室友加保姆加 ATM， 他觉得真的不行，但我不敢直接说，我就说我想一下，他就整个直接生气暴走。他说你是不是把我当飞机杯用了就丢掉？怎么太夸张了吧？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豆哥觉得太夸张，宝妮觉得好像有道理，对吧？我觉得很好笑，就觉得只是他想到这样讲很好笑。然后他说我当场心里只有我到底做错什么。老实说，我们合得来的地方大概就床上，然后日常生活完全不对频，吃饭花钱作息整洁全部都不同。碗是我洗，地是我扫，垃圾我倒，叫外送我付，柴米油盐基本上都是我在扛。他住个几天，我都觉得像在养公主。你叫我长期要住在一起，我光用想的就觉得喘不过气。我在家看着那3房，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，阴影越来越大，搞不好以后我连放屁都要偷偷憋。同居是不是就是真的这样啊？不能大拉拉放屁的，对不对？他不能放屁吗？不能抠脚，不能放屁。为什么不能放屁？可以放，要先告知。可是为什么说我要放屁喽？为什么还要告知？你会臭到别人呐！是哦。宝妮都直接放是不是？对啊。然后男友不会怎样？男友就说你放屁哦。对，然后我说对啊。以前是这样没错，因为我前男友比我更会放，脸皮更厚，他也不 care 这种互相臭对方。好，他说，所以拜托大家，这种情况到底要怎么拒绝，才不会被他骂死，又不会造成世界大战？有没有前辈教我怎样讲比较不会踩雷，或是找到一个折中方案？例如劝他先在双北自己租个小套房之类的。我现在真的卡在一个他搬来我会死，他不搬来我会被骂死的一个循环里，真惨。对啊，怎么办？分手吗？直接分手，可是看起来他没有分手这个选项。那他为什么要在一起啊？他为什么要在一起？因为他刚说有陪伴啊，他觉得那个刚刚好啊。所以他想有距离感，他想要有自己的空间，但是又偶尔2、3天有陪伴。然后他刚又有说到床事很合，那他女朋友讲也不错。对，刚刚是他不认同，他自己都说，因为刚刚是他不认同，他讲起来是什么都不合，只有床事合，所以真的就是飞机杯了吗？所以他讲的是不，没有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偶尔见面一起吃个饭还不错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床事也很好，但是生活他没办法。卡罗自从公布了名字，讲话开始卡卡。他以前，而且变得很温柔。我觉得你不太搭话，你都不讲话。他今天有刻意在温柔，对他很温柔。你失去了你的个性，你要抓回来。他们在笑你，剪辑小编在笑你，想说你看多凶。原本的你就好了，对嘛？就是偶尔见个面，远距离还不错吧。所以他没办法生活一起的意思咯。对啊，看起来我觉得如果是我可能也会吓到了，就是还是说太突然？是我也不要啊。你不要，如果这样你会拒绝。我喜欢在家抠脚。因为的确就是生活习惯，你要去重新适应。我的话，因为我没有自己住过，所以我不知道。自己住好舒服哦。你的意思是你一直都有跟别人同居或住家里？都跟家人住。所以好像习惯那个吵闹，就突然有人开你房间门这种。你已经习惯没有边界感，然后突然不开门，又觉得怎么那么安静？没有人理我？对，像我好寂寞。所以你觉得就是没差，但豆哥觉得
如果是他是这个男生，他就觉得真的也不要来跟我住，这样我的人生好像就没了。应该说不是人生没了，没那么严重，而是说就是你会没有自己的空间。就是他想要有个人空间，可是你要偶尔来陪我2-3天。那他现在也不想要失去这个2-3天，所以他才会说很纠结。对，不然他其实就分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还说他不先找工作。对啊，应该要先找工作。这样感觉会一直依赖你，对不对？好像也是会怕，这样会怕。然后我就看到有网友留言给他说：“等一下，你们在一起3-4年，完全没有沟通协调，自己要把她宠成公主，她想同居你就嫌弃成这样，你确定未来有要娶她？没有吧？没有人讨论到娶的问题。没有要对啊，娶他只是在问这个同居问住题。在一起，没有要娶。对对对，对啊没有这个意思。但他的点是在说你自己要把她宠成公主的，然后他要上来住，你就嫌弃他。我在想，会不会男生想说，因为就是1-2天而已，就2-3天，就其实宠成公主没关系，反正就2-3天。对啊，就那2-3天你不宠他，那你们他就不会跟你在一起。不过公主都是说被男生宠出来的，其实他们本身就是公主。哦，本身就是公主。对，但是你们会觉得是男生宠出来的，那你不要宠她啊，也没有宠她。你只是接受了公主。对他接受，那你接受啦。然后再助纣为虐。那你可以一开始就不要接受，但你又觉得公主还不错，美美的，又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。哎呦，哎呀可能男生是喜欢那个照顾的感觉啦。哦，你也想要照顾她的感觉，对照顾365天，一天24小时。偶尔可以照顾2-3天，但是不可以365难怪天。他常常会说：“哦，我终于放风了。你说女友不在的时候，我没有真的。你不要害她。然后有另外一个男生说啊，我女友每次上来都会顺手把自己的东西往我家塞，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放一下，结果根本都没有要拿走的意思。厕所情趣啊，情趣，你你说东西乱放是一种情绪，不是乱放，就是你家有我的东西，对对我的对对牙杯，我的沐浴乳，女生香香的洗发精，你家有我，占用你家的空间。对你会看到那个会想到我，还要有我的拖鞋，还有我的碗，你是狗吗？在流气味吗？没有，就是一种感觉啊，我就喜欢这样啊哦，。是哦，就是有点慢慢占领你家的感他觉。他有想要被占领吗？如果是我会觉得这还好吧？啊，不行吗？放一下，你应该他说他以为只是放一下，结果根本没有要拿走的意思。放一下，其实好像就是不会拿走。这是情趣你根本没有要拿走啊好不好拿走也可以，但就是情趣，所以留着。所以同居，你看凶不凶？他说厕所原本很清爽，现在变成像他的行李箱，像爆开一样，保养品一罐接一罐，卸妆棉、化妆包、什么喷雾，全部都躺在那边。我自己在家反而像我是借住在我家，也有那么东西被占满了。有这么不开心哦？如果是男友搬去你家，他东西在你家炸开，你会不会想要把它直接丢出去？哦。我会把那个不好用的丢掉，然后换贵的给他用。这么好，对哦，你把他宠成王子哎。我没差，我没差，我觉得很甜蜜。放一下会怎样？哇，放我要付租金是不是？我就是故意放、租金不是你付的吗？不是啊，那你家我说放你家这样放一下，我觉得有什么好抱怨的？你觉得放一下没关系？我觉得很所以浪漫啊。所以这个人到底怎么办？他其实就是要放弃那2-3天，或者换一个女友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就是没有找工作就要但是我觉得先找好工作再去住会比较好。你要把一切都规划好。没有，就算他有找工作，这个男生还是不想让他搬进来住。他的问题是他不想要跟他同居，所以其实他应该是要说，可是我想要有个人的空间，我觉得我们暂时不要同居，你要不要先找到工作，再自己租房子？那我们也可以常在一起。我觉得还是要维持那个个人空间啊，因为你就不想要，你不要勉强自己，不然住进来其实最后也是大吵架然后分手。哦，有解吗？这个直接讲。他家是不是有多房间啊？他就是3房，他不想。他3房，他觉得他那边很大，有解吗无解。所以如果是你要怎么跟女友讲说你其实真的很想要有个人空间？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子有点距离感也蛮好的，不用每天都黏在一起。那如果他就是想跟你黏在一起，他说哈，你不想跟我黏在一起哦？到底爱不爱我？哇，情了你不跟我住就是不爱我。哦！那你待在台北，你要先找到工作。那我找到工作就可以来住了吗？没有，他会说，那我先住才能找工作，不然我怎么去面试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个真的有点过分。我觉得大家可以留言一下，如果是你是男生，你会怎么处理？你是觉得男生自己就是把她宠成公主的，还是这个女生是自己太过分了？我觉得大家帮忙想想办法。